Hello，大家好，我是 AI 葵，今天给大家带来酷打教学的最后一集，那主题是反向传播。那复习一下上一支影片，我们说到这个在酷打当中实作前向传播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计算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计算的是三线性内差，虽然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这个内差出来的特征值，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反向传播。也就是说，如果我将来要对于这个东西去做一个 loss 的计算的话，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反向传播，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更新我的这个原本这个格子点上的特征量，那训练也就会失败。所以今天的话呢，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写这个反向传播的函数，使得你计算出来的这个内差呢，可以去把它丢到一个 loss 里面计算，然后使得计算出来的这个微分值可以正确的反向传播到原本的这些特征量当中。好，那我这边呢写了2点，就是在实作酷打反向传播当中最重要的2个步骤。那首先呢，我们需要计算所有 output 对于所有 trainable input 它的偏微分。那这边的话，一样是用我们这个三线性内差做一个例子。那我的这个公式呢写在这边。那这个是2维的一个例子啦。那3维的话也就很简单，就是多加一个维度而已。所以我这边用这个简单的2维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首先呢要看出它的 output 是哪些。那在这个公式当中呢，我只有一个 output， 也就是这个内差出来的这个特征量 f。那我的所有 input 呢，就是我的这个 uv 啊，然后 f1 到 f4。好，那在这个所有 input 的当中呢，我刚才的这个重点当中写到，我们要知道哪些是 trainable 的。那知道哪些是 trainable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要计算的是偏微分，所以呢，如果它今天不是 trainable， 也就是说它是固定的话，那我就可以省略掉计算它的偏微分这个步骤，那就可以大大的首先省略掉你自己手动计算的时间，那其次呢是省略掉这个机器它的这个执行的时间，所以这一点也是算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有些时候呢，你在这个训练的过程，或者说你这个问题的设定，你会有一个前提是说，你的某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固定的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省略掉计算偏微分的步骤。比如说在我的例子当中呢，我是预设这个点，这个 3D 的点它始终是一个固定的点，也就是说它到这个4个边或者是这边6个边，它的6个面，它的距离这些 UV 啊始终是固定的。所以呢，我在计算偏微分的这个计算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省略掉对于这些 UV 啊、1减 U、1减 V 这些东西它的计算，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设定当中，这个点它是固定的。对，那这个是不是 trainable 就要看你的问题设定是怎样。那在我的这个设定当中，这些 UV 都是固定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对于这些东西去做偏微分的计算。因此呢，我最后需要计算的偏微分有哪些呢？我可以在这里把它写出来，就是我现在所有 trainable input 就变成是只有这个 F1 到 F4 这4个东西而已，所以我需要计算的这个偏微分呢，也就是有4个值。那这边的话也是推荐大家把它全部都写出来。因为虽然我现在这个例子是比较简单，但是之后如果你遇到更复杂的例子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个偏微分需要去计算。那你如果少计算一个的话，那你计算出来的值就会变成是错误的，那你训练出来的结果也就会是错误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推荐大家把你需要计算的所有偏微分都把它写出来，这样子才不会搞错。好，那实际要计算偏微分的值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公式。那今天的这个公式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因为它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线性的加法、乘法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微分的计算就很简单。那如果将来你遇到更难的公式，就是它可能有什么2次方啊，或者是有一些更难的函数在里面的话，如果你自己忘记这个微分的公式要怎么算的话，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公式呢丢到一些数学网站上面，让它去帮你计算这个偏微分出来的公式会长怎样子。
那今天比较简单，所以我这边就手动计算一次给大家看。那这边就是你真的需要把你之前大学学到的那些微积分的知识挖出来了。好，那这边首先我们计算 df(df1)， 那这个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右边这个式子它有哪些东西是依存在 f1 上面的。那首先这些 f4 啊 f3 f2 因为都跟 f1 没关，所以微分之后它就不见，都变0。那所以最后只剩下这个 f1 的这个系数，也就是1减 u 乘上这个1减 v。好，那同样的道理，我这个 df(df2) 就会是 f2 的这个系数，也就是 u 乘上1减 v。那我这边就把它通通写出来。那 df(df3) 呢，就会是1减 u 乘上 v， 然后 df(df4) 就会是 u 乘上 v 这样子。好，那这些东西呢，我们等一下会用到，所以我先把它框起来，这样子。OK。好，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也不是说另外，我们需要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是 f， 那我们想象一下，之后我们如果要把这个 f 去比如说计算一个 loss， 那计算出来的 loss 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loss 做一个反向传导，那这个 loss 反向传导会把它的 gradient 传到这个 f1 到 f4 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这边呢是需要假想一下。好，那我们需要想象什么呢？我们需要想象说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 f 拿去做一个 loss 的计算，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假想的 l 在这边，这个 loss 呢是会根据这个 f 去做计算的。那计算 loss 之后呢，我们会对于这个 loss 做一个反向传播。所以呢，首先呢，我们会得到一个 dl(df) 的这个式子，这个值，它是对于我们这个 output 的一个偏微分的一个值。那我们要想办法从这个值当中呢得到，因为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对于这些 F1 到 F4 做一个反向传播嘛，所以我们最后的目的呢是要从这个值当中得到我的这个对于所有 input 它的偏微分的值，也就是 dl 除以 df1 到除以 df4 这4个值这样子。所以这边的这些箭头呢，就是我们需要想的，就是我们如何从这个值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这4个反向传播的值。那这时候呢，就要利用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些偏微分了。好，那比如说这个 dl(df1) 它会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微积分当中，就是有一个叫做链锁率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有这个是已知的，这个是我把它框起来，这个东西是已知的，我们要从这个已知的这个值当中呢去推导这些我们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要计算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利用链锁率。这些东西要怎么计算呢？首先这个 dl(df1) 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通过这个值，它会是等于这个值再乘上 df 除以 df1。对，那这个东西是已知的，我们就把它固定，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dl(df) 然后乘上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个东西是1减 u 乘上1减 v， 然后以此类推，其他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偏微分计算出来了，所以你一定可以用所有刚才知道的值，把这些所有的偏微分都计算出来。对，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计算这些偏微分的原因。好，那接下来呢，有这些值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库达的运算的书写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程式的部分来。那我们首先切换到这个 interpolationkernel.cu 这个档案上面来，就是说刚才的那个计算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一头雾水，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程式的方式再加强大家对于刚才那个计算的理解。那
好，那在这个反向传播的书写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复制贴上，大部分真的都是复制贴上，就是你已经写好这个前向传播的这个程式码之后，你把它全部复制，全部贴上，然后我们再来对它进行一个小小的修改，真的不多而已。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 trilinear 这个底线 cu 这个函数。我们先把它改成 backward， 就是我们这边是书写它的反向传播的式子，这样子。好，那除了我们原本有的 feeds、points 这两个 input 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在做反向传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已知的这个值叫做 DLDF， 那这个 F 是我们的这个内插出来的这个特征量。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input 当中呢，我们会多一个东西，叫做 DLDFeedInterp 这个东西。对，我们会多一个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 input， 让我们最后要输出的 output 会是什么呢？我们要输出的 output 是 DL 除以我们的 dFeeds，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是我们最后要输出的值，一开始是未知，然后我们最后要把它计算出来，并且输出。那我们要输出的就会是 DL 除以 dFeeds。那这边 F1 到 F4 是我们原本的特征量，这样子。好，那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再看一下这些 tensor 它的大小。那我们 DL dFeeds， 因为原本的 feeds 的大小呢是，我们来复习一下原本的 feeds 大小是 n 乘8乘 f。所以它的微分值也会是，就是它的形状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边微分出来的这个 DLDFeeds 它的大小一样是 n 乘8乘 f。那其他我们几乎都不用修改。对，那我们这边一样把这个 forward 改成 backward。接下来我们要书写它的这个 kernel 的部分。好，那 kernel 的部分一样是我们要把这个 input 全部都丢给它。那我们这边一样复制，然后贴上这个东西。那我们这个 DLDFeedInterp 呢，它的形状会跟这个 feedInterp 一样，所以它的形状会是 n 乘 f。对，它的形状会跟这个一样。大家就记得说，一个 tensor 跟它的微分值，就是偏微分值，它的形状会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OK， 所以第一个值我们把它丢进来，然后最后我们要计算的这个值呢，也把它丢到这个 kernel 里面来。那这个 kernel 呢，不是。这个 tensor 呢，它有3个次元，所以我们这边把它改成3，这样子。这边要记得给它一个逗号。好，然后最后回传的呢，会是回传我们这个 DLDFeed 这样子。那我们这个 cu 函数就这样非常快就修正完毕了。其实真的就很简单，就是复制贴上，然后更改需要改的位置，其实就不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 backward kernel。那这个 backward kernel 我们一样从 forward kernel 做一个修改。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input 的地方把它写好。那首先第一个 input 是 DLDFeedInter，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输出呢，它会是3个次元，然后它的名称叫做 DLDFeeds。OK，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DLDFeeds 把它一个一个正确的值把它输入进去。好。那我们来这个地方，这边是原本这个我们要做内插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好，那我们这边要计算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计算的是 DLDFeeds 它所有东西的值。OK， 那其实在我们这边呢，我们已经把它都写出来了，它就会是这个 DLDF 乘上就是相对应的那个坐标是多少。所以我先把原本的换回来好了。对，在我的例子当中是1减 UR 1减 V 这些东西，但是之前的那个3线性内插，其实我已经把它那个系数都写出来了，就是每一个点它的系数就是，比如说第一个点就是1减 U 乘上 A， 那我们这边就不用去修改它，我们只需要把需要计算的这个变数名称改一下就好了。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计算的是 DLDFeeds， 那我们就把它复制贴到这里来。那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有8个坐标。对，那它8个坐标就是分别是0到8，所以我们这边就复制一下0到8。那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所有的系数都已经被我们刚才就是之前写好的是1减 U 乘 A
以此类推。所以呢，它的每一个系数呢，其实都会是长这样子的。这样我还是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下好了。我这边复制一下，总共有8个东西。OK， 0到8，就是我们要输出它对于所有 feature 它的微分的那8个值。那第一个值会是什么？我们刚才有计算出来，它会是 DLDF 乘上一个系数。那这个系数呢，是我们之前计算过的，是这个东西，比如说 OK， 那第一个值就会是这个系数，然后再乘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DLDF。那这个 DLDF 呢，我们可以从这边把它取得出来，那就会是这个东西它的就是 NF 这个东西这样子。好，那对这边我们就是把2维的这个粒子再就是推广到3维而已，所以就没有那么难。那我们一样复制贴上剩下的就可以了，就是它剩下的东西都一样，只是这个系数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2维的例子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我这边可能需要大家要多看几遍，因为理解上面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DLDF2 呢，我们一样用偏微分的例子把它算出来之后呢，就会是 DLDF 乘上这个多少来着 ？U 乘上1减 V。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这些所有的偏微分呢，其实它都是 DLDF 再乘上一个系数而已。所以推广到3维的时候也是一样，它就是某一个系数，那这个系数会随着你对于哪一个值，对于哪一个 f 去做偏微分而有所不同。那最后乘上的这个 DLDF 呢，都是同一个值，所以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的话，这5、6、7、8也是一样，就是我只需要更改它的系数就好 ，U 乘 A， 然后这边就 U 乘 B，U 乘 C，U 乘 D 这样子。好，那最后其实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子就计算完毕了。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好了，因为这边其实真的比较难。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偏微分的计算，就是我们有一个假想的 loss， 那我们会有得到这个假想的 loss 对于这个输出值它的微分值，我们就会有这个 DLDF 这个东西是已知的。那我们要从这个已知的东西当中推导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就是 DLDF1 一直到 DLDF4， 这些是我们需要计算的值 ，OK 吗？好，那这些计算的值是通过这个偏微分它的链锁率，以及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个 F 对于 F1 到 F4 它的微分，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出来，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把这些东西丢进来而已。比如说，这个它的第0个坐标也就会是 DL 除以 DF1， 那它就会是 DLDF 乘上一个系数。那这边也就是我们写到这个一个系数乘上 DLDF， 那剩下的东西就是依次类推。那在这边我们有4个，那3维我们有8个。那其实推广也是蛮简单的，就是系数不一样而已。那乘上的这个 DLDF 都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子。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已经回传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的CUDA的实作也就到这边就结束了。那如果你熟悉之后，其实真的就很简单，就是复制贴上，然后修改就是偏微分的计算的地方，以及输入输出的值，还有它的这个tensor 它的形状，总共有几个次元，就这几个小地方需要修改而已。好，那还有一些更小的地方，就是你需要把刚才写好的这个函数呢，一样加到我的这个.c++ 档案里面来。比如说我刚才新加了一个叫做这个 backward 的这个CUDA的这个函数，那我在这边也给它新加一个这个 backward 的函数，然后我们有3个 input， 然后一样要 check input， 然后回传值是刚才那个.cu 档案里面写好的函数，然后把这个东西加到这个 Python 的 binding 里面，这个东西。
那一样在这个 utils 里面，这个 header 里面，我们把这个函数的这个定义写下来，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写下来之后，不要忘记我们一样要把它 build 出来。那 build 的方法一样是 pip install， 然后一点是代表我这个 setup.py 是在那个当前的资料夹下面，那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东西给 build 出来。好，那在等待它 build 的同时呢，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刚才那些所有都是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计算 output 对于 trainable input 的偏微分。那接下来是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实作上面，在这个 Python 的这个实作上面了，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个叫 torch.autograd.function 的这个class 这个类别来包装我们的 forward 以及 backward 的处理。好，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我们用来测试的这个 test.py 的档案。好，那我们在上一支影片当中呢，我们这个前向传导啊是直接使用这个就是我们 build 出来的这个 library 点它的那个函数名称把它叫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前向以及反向的传导的实作，那我们接下来就不会再用这个东西了，我们会用一个 Python 的一个 class 把前向以及反向都进行一个包装。那这个包装呢，就会是继承这个 torch.autograd.function 这样一个类别。那我们实际把它写出来看看。好，那这边我已经把它写好了，我就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函数需要怎么写。首先呢，你需要给它一个函数名称，那就我这边就是 trilinear interpolation CUDA 这样子，然后它是继承这个类别这样。好，那继承这个类别，我们需要实作两个函数，一个是 forward， 一个是 backward。那要记得这个前面都要给它加一个 decorator， 就是要给它加一个这个 at static method 这个东西才可以。好，那我们首先看这个 forward 的部分好了。那 forward 的部分其实就跟之前一样，只是它多了一个叫做 ctx 的东西。那参数的地方多了一个叫 ctx， 这个 ctx 它是 context， 就是这个 context 的缩写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它可以负责储存我们需要反向传播的时候需要利用到的一些值这样子。那等一下会说到。那在这个 ctx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哦，就是 ctx 一定要有。那在 ctx 后面跟的这些参数，就是我们原本用在这个前向传播的一个这些参数这样子。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计算前向传播的回传值。那我们计算出来的是这个内插出来的这个特征量，所以是 feed interp。那写法就是跟之前一样了，就是我们把这个CUDA的函数叫出来就可以了。好，那正常来说你只要回传就好，但是呢，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个反向传播的时候呢，还需要用到原本的 feature 以及 points 这两个参数，我们才能正确的计算出它的值。这边是为什么？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计算的公式。就是我们计算的公式当中有用到这个 UV， 所以呢，我们在反向传播的时候还会需要用到原本的这些参数，所以我们需要把它保存起来。那我们就需要叫这个 context.save for backward 这个函数，把这两个原本的 input 保存起来。那回传值是这个没错。好，那这是前向传播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是重头戏的这个反向传播。那反向传播一样，我们一开始会有这个 context， 那这个 context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这是一定要有的。好，那后面跟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后面跟的参数就是我们刚才想象出来的这个 DLDF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它会是作为一个参数，留在这个 backward 的这个函数里面。那这边呢，就是看你 output 总共有几个。比如说我这边原本只有一个，那如果 output 有2-3个的话，那你这边总共就会有2-3个这个假想出来的这个DLD out 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原本只有一个，所以我这边只有一个。那如果有2个的话呢，你这边就会有多好几个这样子。
这边都是就是你要自己写上去，就是你要根据你 input 的输出几个，那你这边就要写几个，这样子是你自己要写的。好 ，OK， 那我这边只有一个 output， 所以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这个 DLDF 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 DLDF 去把这个 DLD feeds，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去把它计算出来。那我们就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本储存进去的这个 feeds points 用这个 save tensors 这个东西把它叫出来，然后叫出来之后呢，再把我们刚才这三个东西 DLDF 然后 feeds points 就是 pass 到我们刚才写好的这个 trilinear backward 这个函数里面，然后把它的对于原本特征量的这些微分把它计算出来。 OK， 那接下来是要回传，那回传这边也要注意，就是说回传这个东西的总共有几个是要看你总共有几个 input 来决定。比如说我这边有2个，那我这边就要回传2个值，那每一个值分别就是代表说就是这个 loss 对于每一个 input 它的这个偏微分的就是那个梯度的值是多少。 OK， 那因为第一个值是 feature， 所以我第一个就回传 DLD feeds 这样子。好，那第二个为什么是 none 呢？这是因为我们说到我原本在设定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是设定说这些点呢它是始终固定的，就是永远都不会变，所以我这边就设定为 none， 那就代表说它并不会对于这个 point 去做偏微分，并不会对于它做一个反向传播，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你如果有很多个值，比如说有这么多个，那你后面如果你都不想对它做反向传播，或者甚至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常数，可能是一个 1.0 啊或 2.0 这样子的一些常数的话，那你就是后面都要补 none 这样子，就是看你有几个 input， 你就要补几个，就要有几个回传值。那如果它不需要做这个反向传播的话，你就给它 none 这样子。好，那这样就写好我们这个 trilinear interpolation 这个前项以及反向的这个函数了。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测试一下。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它 build 好了没。它这边告诉我们成功的 build 完成。好，那最后我们要做的是，我们需要测试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测试说前项它的这个计算出来的值跟我们用 Python 实作的值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一样要测试它的反向传播出来的值会不会是一样的。好，那我这边呢 OK， 首先我们 input 给它复制2遍，就是我们需要有2个一样的 input， 然后一个是我们用 Python 去做，就是 PyTorch 内建的函数去做，另外一个是我们用我们刚才写的这个CUDA函数去做，就是分别做前项以及反向这样子。那比如说 out CUDA 我们就用第2个 feature 来做。好，那要做反向传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 loss 的计算。比如说我这个 loss 呢，就会是我们先计算这个 Python 的部分，那我就比如说我就把它加起来，然后做一个 backward 的步骤，让它可以反向传播。OK， 那在这边执行完之后，这个 out Py 的这个 input， 也就是 feeds 这个部分已经会有 gradient 了。那为了使我们这个 feeds 2也有 gradient 呢，我们一样做另外一个 loss 的计算。这个时候我们用CUDA的输出值来做计算。好，那在这个 loss 2点 backward 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 out CUDA 它的 input 这个 feeds 2呢，它的 gradient 呢已经会存在了。所以最后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来判断说这个 feeds 的 gradient 跟 feeds 2的 gradient 是不是一样。那如果它们是一样的话，那就代表我的这个 CUDA 的这个反向传播已经被我正确的执行出来，正确的计算出来。OK， 那我们同时说不定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时间，我们来试试看。
们加一个 forward 代表这个是 forward， 然后这个 backward 代表是 backward。这边是 Python。好，那我们改一下这个顺序好了。OK， 第一个是我们的库打的时间，那第二个是我们 Python 的时间。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做2件事情，一个是计算时间，然后比较它是不是有比较快。那第二个是比较它输出的值，就是计算出来的反向传播的值是不是跟 Python 的值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执行，来看，这边有一些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 feats 2。叫 element does not require gradient， 他说这个没有 require gradient。对了，我这边对我这边就说错一个地方了，马上发现，就是说我们要在计算前向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再用库打原本带的这个函数了，我们就需要叫出这个东西，对。我们就需要叫出我们刚才写的这个类别，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点 apply 才可以。这样这个东西的话，它前向传播的时候就会叫这个函数，那反向传播的话才能叫出这个函数，要不然就没有反向传播了。对，刚才少说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计算前向的时候，也要把原本的函数改成我们刚才用这个autograd function 包起来的这个东西才可以，然后记得后面加上点 apply， 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前向以及反向的那个传播都会有。好，那这边的话就计算出来这个结果。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backward all close 也是 true， 所以代表说我们的库打实作它的正确性是有的。那接下来看它的时间的话，原本 forward 好像差不多都是6-7毫秒，那在这个反向传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速度是快蛮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偶然。我们来再看下一个，但看起来就不是偶然，就是我们用库打实作的这个 backward， 它的时间呢，整整比 PyTorch 原本内建的还要快了10倍，对，大概就是这样子。OK， 好，那对，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就是教大家如何用这个库打呢实作这个反向传播。最后再复习一下2个重点啦，就是我们要计算所有 output 对于 trainable input 它的偏微分，那这是手动计算。接下来呢，我们在 code 的处理上面呢 ，Python 的地方我们要用这个 torch autograd 点 function 来包装我们的 forward 以及 backward 的处理，要不然就像刚才一样出错，大家要记得修改一下。在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那个 Python 刚才包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出来才可以。好，那这边在这个系列呢，大概就这样子，就最简单的一个库打的一个教学。那之后大家我觉得就看别人写的 code， 他可能写法会跟我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掌握了这些基础的知识之后，你去看别人写的话，也会比较容易理解。那也可以从别人的 code 当中知道你可能哪里可以修改一下，让你的这个速度更加的变快之类的。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这个影片的留言区发问。那这个库打教学的系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年。那这边就谢谢大家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